夫君，我有一些想喝羹，帮我盛一碗吧。难怪叫你这样生气，果然是有些小手段。乔夫人，不错啊，试试可口。乔夫人也太娇弱了，既然事事都要乔公子照料。严姑娘还未出嫁，自然是不懂夫妻之间的情趣。还是说，严姑娘希望自己以后的夫君对自己爱答不理的？女子想要得夫君的敬重，应当有端庄的品行。你无非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，行祸水之事。乔公子可要谨慎些，万不得被一副皮囊迷惑。行祸水之事，他难道是冲我来的？不是你？想必是夫人在秀罗坊一战成名，让大家对夫人刻骨铭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说风凉话。他方才火气那么大，分明就是你最后那一字千金加足了火。我看他这样，一会儿定还要找我麻烦，那可不都是因为你呀？你不是胸有成竹吗？还怕麻烦？崔伯父，今日你与家人团聚是大喜的日子，阿秀不才，愿献上一曲以表祝贺。好啊，阿秀可是我们济阳城第一才女啊！大家今天是来着了，有耳福。来人呐，上琴。阿秀献丑了。麻烦要来了。听闻乔夫人是梧州有名的才女，一手琴艺更是出神入化。今日既有缘在此，不知阿秀是否有幸能见识一番？哦，阿秀姑娘的琴艺当真是无双妙音啊！我就不在此班门弄斧啦。乔夫人，米儿也很想欣赏乔夫人的琴音。如果阿秀一个人面子不够的话，再加上我的呢？帮帮忙！你不是学过一手吗？哼，我还学过胸口碎大石呢。乔夫人究竟意下如何？长辈们可都等着呢。是啊。
你到底帮不帮？不帮。夫君，夫君。好好说话。那你就是答应帮我了？侄媳妇儿是对这个弹琴没有兴致吗？不瞒诸位，我们成亲之初有过约定，内子琴技虽然高超，但只愿弹给我一人听。所以今日恐怕无法完成二位姑娘的心愿。可今日崔大人与公子相聚，这么多的人，破例一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？我与夫人的约定不可撼动。若一定要听，我可以代劳。侄儿也会弹琴？略懂。我崔家世代行伍，还没有出过这种风雅之人。来人呐，把琴重新擦拭一遍。不必，我有琴。这不是我送的那把琴吗？小姐，你喜欢我吗？这世上确实很难见到比他更出色、更好看的人了。听说何妹妹又被那几个贵女给缠住了，哎，你就不能走快一点？你就不怕何妹妹被那几个女人给生吞活剥了？别说是女人了，就算是10个男人，也不是她的对手。你懂什么？有时候恶语比刀剑还伤人呢。哎，你没听见我说话啊？走快一点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知道各位都很关心我和我夫君之间的感情，没错，我们2人感情啊特别好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，动辄生气不理人。我夫君呢，只能耐着性子哄我，比如给我煮面，带我去买首饰、衣裳之类的。那日我夫君替我挑选衣物时，野妹妹不也在吗？所以啊，学习琴棋书画有什么难的？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夫君便会将他所学的琴艺用来哄我开心。哎呀，你们窥见的不过就是冰山一角，没瞧见的多得去了。这样出类拔萃、佼佼不群的男子，却偏偏只独宠我一个人，眼里都容不下别人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大意了，不该带你来的，走吧。来都来了，我倒要听听，他还能说什么离谱的疯话。所以说啊，这琴棋书画自然是可以学的，不过学了呢，那也是为了让自己高兴。若是讨男子欢心的话，不如学一些御夫之术。御夫之术？那你说说，什么是御夫之术？对呀，我与夫君
当年是在花灯节见过一面，我并不认识他。可谁知他第2天便来提亲，非我不娶。我若是不嫁的话，他便要找棵树上吊自尽。咱们济阳的这个情人桥啊，你们应当走走。水神节里，有情人走过这情人桥，一生一世都不会分离。听到没有？一生一世都不会分离。真是个可怕的诅咒。也是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情人桥。只有相爱的2个人，才能共同走过这座桥。他们不如我，我都走了4次了。叔叔可真是多情啊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生只走1次，而且只给1个人走。这机会真是难得啊！侄儿、侄媳妇儿，上去走一走啊！啊，对呀，走一下，走一下吧。这情人桥啊，拼的就是敢于走下去的胆气和爱意。爱意会带给你胆气，因爱而生的胆气会所向无敌。再者，王女最喜欢情比金坚的有情人。你们若走过了这座桥，下次去王府见王女殿下的时候，会有诸多便利。好。怎么？没事。都督为了见蒙妾王女，真是牺牲不小。抓着我！这桥看着还挺晃的，若是2个人过的话，不会有损你的清誉吧？你要是撑不住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为了能够早日见到王女，那就速战速决，早死早超生吧。被你说的像是要过奈何桥一样，被你说的像是咱们要同生共死一样。同生就好，不必共死。都督，要不咱们用轻功吧，或者咱们就说走不了了，掉下去，反正有人捞。你抓住我衣襟，快点！抓稳点。好晃啊！他们不会掉下去吧？不会，他们又不是我们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们就一定会掉下去吗？他们会舞，我们又不会。再看看，要不要再打一个赌？啊？我们也去过那个桥，我赌我们不会掉下去。难道我要赌我们会掉下去？我有病啊！你到底去不去？去。走。抱歉。这比在演武场日训还煎熬啊！
公子，赶紧走啊！走。哦。不愧是我崔月之的侄儿啊，一次就过了。我还担心你们这次不过的话，以后会不会不敢了？没想到这情人桥你们过得如此顺利呀！这下好了，你们2个人过了情人桥，此生啊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定不会分开了。是啊，这可就分开了。是了。怎么不见程管家和陶姑娘呢？他俩就在过情人桥呢。我程李素，身为京城4公子，如此这般，实在有失风度。哎，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。哎，程李素，你要是敢下去，我就让你变成真锦鲤。气死我了！还过不过桥了？我，真没想到啊，他俩成天吵来吵去的，原来也是一对儿。对呀，也是啊，想当年，我也总是想去扯隔壁小丫头的辫子，这种感觉我……哎呀，哎，太好了，咱们都快走一半了。胜利在望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。你看前面那个，很好看。崔伯父，好巧啊，崔伯父。莲姑娘，林姑娘，怎么没有看见你们的爹娘啊？我们爹娘都在船坊上，我和敏儿带着侍女和仆人出来走走，想看看祭礼，顺便带些贡品回去。啊，他们为什么都戴着面具啊？一个面具代表着一个身份，这些都是跟水神有关的传说。在祭礼上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，其实是在宣扬水神的传说，还怪有趣的。若玉燕姑娘感兴趣，可以和他们一起跳舞啊，扮演一个角色。等结束以后，长老会用柳条沾满符水，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沐浴过符水，就会否极泰来。带他做什么？我和敏儿也想上台跳舞，若乔夫人可以一同前去的话，就更加热闹了。好啊，但是我不会跳舞，你们不会笑我吧？不会的，我们都会教你呢。干什么？他若是不参加，怎么有机会出丑呢？哎呦，那我们先去拿面具了。哦，去吧去吧。好。你明知他们不怀好意，为何不拒绝？兵来将挡。再说了，拒绝了这次还有下次，我倒想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样。你还真是时刻都想着当个女将军啊！那是。来啊！哎，他们朝我招手了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可真有意思。你看。哦，大人，
啊，出了什么事吗？小事，你们继续玩耍，别扰了雅兴。看来有大事发生了。这乌托人还有好些同伙，他们应该是要出城，咱们要跟上去吗？你看那对祖孙，这小姑娘都咳成这样了，当祖母的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还紧扣着她的手，好像生怕她逃走似的。那老妇人有问题，先想办法拦下她。站住！把小姑娘交给我，束手就擒，便饶你一条性命。哼哼，这小丫头再不走，便让她命丧于此。这乌托人当真是狡猾。阿和，师傅，先离开此地。跟我来吧。师傅，方才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小姑娘又是谁？那个老妇人原是混进济阳的乌托奸细所办，为师已经紧盯他们很长一段时日。这个小姑娘乃是蒙继王女的女儿，方才险些被他们掳走。难怪岁月之那般着急。我先回去，把找到小王女和发现乌托密探之事告诉她。你就和你师父一起护送小王女。一切小心。刚才那位公子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，你怎么又换回女装了？他便是风云将军萧决，我与他来济阳是为了公事，至于换回女装，是为了掩饰身份。原来他就是风云将军，难怪他一开口就对你发号施令。他可是右军都督，我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兵，他自然是能命令我的。哼，你倒是很维护他，怎么，中意他？我与他确实有一些旧缘，但理想未尽，前路渺茫，想来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为师为你们二人的缘分起一卦吧。此卦为坎卦，坎为水险，从此险到彼险，处重险之中，未能自出。这么说，我若是与他在一起，定会遇到凶险。你忘了方才为师是怎么说的？坎卦虽险，但水能通于内外，游走于危险之中，险中求通。人定胜天，莫要顺应天命。崔大人，你总算来了。下官来迟，小殿下没有受伤吧？
本来我差一点就要被人害死了，是这位柳先生救了我。在下崔月之，多谢柳先生对小殿下的救命之恩，也多亏柳先生提供了乌托密探的线索，我已经派人全力追捕了。举手之劳，大人不必言谢，还是尽快带小殿下回去，以免他家长辈担心。是，我也正想将此事汇报给王女，不如柳先生和在下一道。如果王女知道了你对小殿下的救命之恩，定会重谢先生。我乃方外之人，不必了。好，小殿下，请吧。柳先生，记得来看我。好。阿和，你们2人也一起回去吧，一切小心。是。小殿下先进去拜见王女了，我们稍等片刻，等待王女召见。叔叔，您跟我们说说蒙继王女吧，免得一会儿失了礼。当时老爷子膝下有1子1女，长子未满18夭折。当年的蒙继王府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啊。王女为了稳定局势，嫁给了朝廷重臣之子。后来王父去世，王女主持朝政，平息内乱，收归人心，缓慢过渡，才有了济阳的安稳。王女到。下官崔月之见过王女。这儿侄媳妇儿，快拜见王女啊！见过王女。崔大人，这2位便是你失散多年的侄儿侄媳。回王女，这年轻人便是下官的侄儿焕清，他身旁这位美丽乖巧的姑娘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玉燕。焕清这孩子可以说是英俊聪慧，文武双全呐，举止神态特别像我早逝的大哥。每次我见到他，我都心生伤感呐。本王竟不知，右军都督如何有空，竟不惜假扮他人，也要来我济阳。你个老糊涂，这么轻易就叫人给骗了，还像你那死去的大哥，也不去照照镜子。你们老崔家的脸，跟英俊2字沾得上边吗？也请右军都督莫要兜圈子。你混入我济阳城，究竟有何目的？还请王女见谅，在下此次前来，是为了找一个人，他叫柴安喜，曾是我父亲的部下，在明水一战中失踪了。在下一路追寻，时不得已，才隐瞒身份进入济阳。崔大人一时被蒙在鼓里，还请王女莫要责怪。这便是你的借口。王女可知，如今的济阳，混入了为数不少的乌托细作。此话当真？济阳城固若金汤，乌托人怎么会混进来？回王女，正如萧将军所言，这乌托人不知用了什么方式混入了济阳城，在小殿下外出游玩之际绑了小殿下，恐怕是要要挟王女。王女莫担心，在下已经加派人手捉拿乌托细作了。按照眼下的情形，光是捉拿乌托细作，
怕是不够。那你有何高见？如王女所言，济阳的防护严密，天下皆知。可现如今，乌托人却能够如此轻松地潜伏进来，还要对小王女下手。由此可见，他们是早有预谋，且有备而来。王女，为了济阳城百姓的安危，应当要未雨绸缪，做好准备。这是济阳城的事，就不劳各位费心了。王女，兵部巡查使楚昭求见。进来吧。拜见王女。寒暄就不必了。你一个兵部巡查使，来我济阳有何贵干？是朝廷派你来的吗？王女多虑了，在下回京复命，只是途经济阳。那你为何求见？在下发现了乌托暗探。在哪儿？在一间药铺，他右臂受了伤，在包扎伤口之时，在下发现他手臂上的狼头刺青乃是乌托独有。在下追踪之后，发现他与其他乌托人会合，足有10余人众。看来，混入济阳城内的乌托细作不止一批。在下方才的提议，王女可以细细思虑一下。多谢各位的消息。这是济阳的事，就交给济阳城来处理吧。都退下吧，今晚先安置在王府内。